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”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。”我回道：“你呢？”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”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，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教，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所以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，多谢你的情报。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笑了笑。我第1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：“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1堂课有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”放心吧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这1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安稳地度过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和青青分别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。在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。随后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1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青青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。我相信青青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，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。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1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，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